他是人类眼中十恶不赦的魔王，却是怪物眼中爱民如子的国王。只因这是一个怪物被人类奴役的世界。魔王哈特原本只是个普通的法师，为了维护怪物们的权益，他建立了由怪物组成的庞大帝国，结果被人类集结了200万大军讨伐。在最后的决战中，他开启了上古神器时空之眼，与拥有恐怖力量的武术之王泰斯隆同归于尽。不料双方竟然交换了身体，穿越到了过去。现在他就要借助这副年富力强的武王之躯，重振帝国的荣光。正寻思间，就被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拉出去锻炼。原来此人正是武王泰斯隆的授业恩师，地表最强武术家，前任武王杰拉德。训练方式比较特别，哈特被绑在了树上，被老武王拿着竹节疯狂抽打。老头边打边教育人类使用武器和装备是因为体质不行，我们五族不一样，我们是天选之子，我们可以通过魔鬼式训练克服这个弱点，百炼成钢。经过时长2年半的练习，哈特终于觉醒了武王的气场。有了气场后，抗击打训练已经没有意义，因为一点都不疼了。接下来又是长达3年的实战对练。此时哈特正在瀑布前修炼必杀技灾难号角，目前已经达到了3层境界，最高是9层，威力大到可以杀死诸神，不过很难突破。前世武王泰斯隆也才练到了7层，如今的师傅杰拉德也只达到了8层。穿越后的哈特是战士的身材，法师的脑袋，虽然记得自己过去掌握的所有魔法，然而这副坚若磐石的身体却没那种天赋，导致施法效果大打折扣。接下来为了搭救一个正在被人类追捕的兽人奴隶，哈特施展魔法帮他隐藏踪迹。由于法力不够，脚印没有消除，被人类识破了，一言不合就要开打。为了不打死人，哈特不敢用拳头，而是选择了武器，只因他的拳头比武器更致命。人类挥舞着普通的刀剑，却是难以伤及他分毫。被揍得鼻青脸肿的骑士们临别前还要感谢他的不杀之恩。他给救下的兽人指明了一条通往兽人部落的路。得知兽人的名字后，哈特吃了一惊，原来此人正是自己前世的得力部下，伟大的战士塔西德。他开始期待与未来伙伴们的重逢之日。不久后，灾难号角终于练到了4层，师傅也恩准他下山闯荡江湖，而他却一心想要恢复法力，以及救出自己前世的情人精灵赛瑞斯。不过这需要一笔不菲的赎金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在哈坦山脉的死亡谷里有处价值连城的宝藏，他决定去那里搞钱。哈特自告奋勇地充当了一支有着相同目标的探险队的向导。正行走间，突然一群鸟人从密林深处杀出，法师托德祭出了火焰烧向了鸟人，牧师西兰负责加状态，骑士们负责冲锋，而哈特唯一想救援的却是队伍里负责扛大包的兽人。鸟人的羽箭射到他身上跟挠痒痒似的，哈特只是随手一挥，鸟人就散架了。他向前世的熟人法师托德打听自己的真身哈特的近况，得知哈特每天都在学习魔法，除此之外从老色批嘴里问不出别的话。一行人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宝藏所在地，这里是古代遗迹帕尔顿。等骑士团从正门进入后，哈特才开始了自己的行动。他前世来过这里，知道此处暗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通道，谁料打开通道后竟触发了机关，引出了一群拿着镰刀的恶魔，向另一边的队伍陷入了危机。一场恶战一触即发，牧师的祝福让骑士们变成了狂战士，法师的咒语让恶魔们丧失了武器。然而炎魔的出现却让局势逆转，人类队伍彻底崩溃，老师的魔法攻击更是彻底激怒了炎魔。牧师西兰险些丧命，危急关头被及时赶到的哈特救下。哈特自己也没想到一招就把恶魔秒了，难怪前世自己只挨了武王泰斯隆一拳就差点挂。哈特挥舞着拳头在前面开路，亡灵军团在他面前不堪一击。找到宝藏后，哈特随手打晕了一路跟随的骑士队长，准备独吞。由于哈特下手太快，晕了3次的队长都没搞清是谁打了自己。装得盆满钵满后，一行人正准备回城，然而门口一只巨兽却拦住了去路。本想就此作罢原路返回，不料队长发现巨兽手里握着的竟是恶魔之剑，这是自家前辈在这里冒险失败时遗落的传家宝。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想拿回这把宝剑，于是为了家族的荣誉，骑士们前赴后继的死战到底。眼看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，一记却把防御系统升级到了2阶，巨兽正中这波火焰爆被封的皮人。哈特再次救下西兰，用肉身硬扛伤害。他也很好奇这副身体能不能干得过巨兽，很想看看这副身体的极限在哪。此时哈特想起了师傅的话，没把握的时候先下手为强，先给他2发空气弹，不料却被恶魔之剑划伤了，有点意外，因为这副身体平时可是刀枪不入。随后哈特硬吃了巨兽一记后蹬腿，一直在防守是因为还没适应节奏。这10年跟杰拉德大师训练时，大部分都是挨打和招架的份儿，在进攻方面则疏于练习。此时正好拿巨兽当靶子找找感觉。哈特的强大看得骑士有点怀疑人生，一个身份这么低微的人怎么会有气场？连我这么高贵的贵族都还没有呢，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怪物。而哈特在与巨兽的对轰中，也再次感受到了师傅的伟大，自己这10年受到了多么不可思议的训练。巨兽的攻击此时在自己眼里竟是破绽百出，然而作为古代于剑士位置，巨兽即使受伤也不会倒下，因为遗迹会不断输送法力帮他疗伤，不能再耗下去了，必须用大招灾难号角终结他。可是又不敢在这用，一旦使出来这地方就得他了，所有人都要被活埋。正纠结的时候，牧师西兰想到了办法。哈特，你的身体很结实对吧？于是西兰把本来用于强化武器的神圣祝福施加到了哈特的身体上，
肉身当剑来使。叠加状态后的哈特，此时所有的攻击都变成了神圣伤害。巨兽被轰得体无完肤，支离破碎。事后，哈特捡起了掉落的恶魔之剑，大方地还给了骑士。不是他不贪婪，而是与他前世做的武器相比，这只是二流武器。那时候自己会批量打造一流的武器，然后分发给自己的手下。此时收获了一大批财宝的哈特，正要兴高采烈地去寻老情人赛瑞斯，牧师西兰却不肯放过他，决定跟随他浪迹天涯。哈特寻思也好，带个急救箱在身边，安全有保障。男人坚持健身了5年，却依旧骨瘦如柴，只因他对自己使用了特殊的魔法。得知真相后的小伙伴震惊不已。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去找一个叫赛瑞斯的女精灵。拥有高贵血统的精灵赛瑞斯，骨子里自带一副天生的傲慢、桀骜不驯的个性，常常惹得主人大动肝火，因此常被买家退货，从而沦为奴隶市场上被四处贱卖的烫手山芋。他所处的这个查坦公国是个金钱至上的国度，这里对任何违法行为的惩罚都是罚款，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反而成为乞丐们脱贫致富的捷径。只要在大街上冲着权贵一顿逼逼，就有可能换来一顿毒打，从而获得不菲的赔偿。得知哈特来这里是为了购买女精灵后，西兰顿时露出了厌恶的表情。男人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哈特百口莫辩，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。而西兰奇葩的健身行为也让哈特大跌眼镜，这么坚持锻炼了5年，却依旧骨瘦如柴，实在令人费解。谁料背后的真相却再次惊掉哈特的下巴。他终于知道西兰长不出肌肉的原因了，原来这家伙每次锻炼完就用牧师的治疗能力来恢复体力，这是一种类似于时间回溯的魔法，让肌肉恢复到初始的样子，而肌肉是需要撕裂后才能再生的。他这样做只是在浪费时间，而西兰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他反而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天才，让健身变得如此轻松。哈特表示，我下次再教你一个更有效的健身方法。接着他们在一个叫精灵天堂的奴隶拍卖中心找到了赛瑞斯，此时他正在做精灵杀手们的陪练，其实就是人肉沙袋。最后哈特花了300金币买下了赛瑞斯，谁知他们前脚刚走，胖老板后脚就来要人。胖子想得到赛瑞斯的理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，以此来跟朋友们装逼，毕竟这是一个出了名难搞的精灵。而哈特一行人此时正在愉快的逛街，胖老板的手下很快就找到了他们，领头的开门见山表示想以高价买下赛瑞斯，结果自然是被哈特一口回绝，双方不欢而散。胖老板知悉后大发雷霆，干嘛不像平时那样先揍他一顿，然后往他身上甩几个币子不就完了？领头的表示人多口杂，当时的场合不适合动粗，最后主仆一合计，还是去抢比较快。胖老板还特地交代带上兰塔斯爵士，确保万无一失。隔天一干人马就找到了赛瑞斯的临时居所，领头的扬言要带他去见真正的主人。西兰见状只是仗义直言了几句，就被不耐烦的侍卫拔刀相向。赛瑞斯手持匕首护住了西兰，还借势划破了那名侍卫的脖颈。见了红的侍卫们纷纷亮出兵刃扑向了赛瑞斯。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杀手，赛瑞斯犹如蝴蝶般的步伐在人群中游刃有余，蜜蜂般穿刺的匕首一刀一个小朋友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侍卫们就倒了一片。领头的也是没想到区区一个精灵奴隶胆敢反抗，该你上场了，塔塔塔！随即他看向了身后，只见一名身材高大的女兽人战士应声而出。赛瑞斯见了不禁直冒冷汗，这兽人可比那些人类难对付多了。兽人迅猛无比地朝赛瑞斯连砍了数剑，力大势沉的攻击逼得赛瑞斯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好在身手敏捷上能应付，领头的却急了：塔塔塔，你连一个女精灵都搞不定吗？兽人一听完了，再搞不定今天怕是得饿死。于是挥舞过巨剑，拼了命地朝赛瑞斯劈头盖脸的砍去。谁料这回赛瑞斯却没有躲闪的意思，而是径直迎着剑刃向兽人冲了过来，那坚毅的眼神仿佛不怕死一样。兽人大吃一惊，想到自己的任务是活捉而不是杀死，于是连忙中途改变了剑刃的方向。而赛瑞斯显然就是想利用这一点，借机近身划破了兽人的铠甲。随后西兰在赛瑞斯的掩护下召唤出了神杖，把众侍卫痛殴了一顿。二人也趁此机会赶紧跑路。赛瑞斯一把拎起西兰，一脚踢向了一把大剑，下一秒剑尖瞬间没入墙体。赛瑞斯则提着西兰飞身踏在了剑身上，借助着弹力一跃而上，撞破了5楼的玻璃，钻进了楼道。众侍卫正要追赶，一名形象猥琐的剑士突然赶到，得知赛瑞斯的去向后，剑士在原地留了个残影就消失了。领头的抬头看时，才发现剑士已经左脚踩右脚上了5楼。他不由得叹道：这就是气场觉醒者的能力吗？剑士兰塔斯可以凭借气场感知到半径30米内的一切生命迹象。然而等他赶到赛瑞斯的房间时，早已人去楼空。他推断出二人必然尚未走远，于是命人放出猎犬追踪。此时匆忙逃亡的二人急需哈特的援助，可哈特现在却不知身在何处。西兰情不自禁地念起了神圣的咒语，这本是情侣之间寻找另一半的魔法。此时算是死马当活马医，在命运红绳的指引下，两人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天台。然而在此等候他们的却是本太大叔兰塔斯。既然逃不掉，那就只好拼了。赛瑞斯人狠话不多，拔出短剑就朝兰塔斯刺去，被兰塔斯轻松闪掉。二人的实力肉眼可见的悬殊，西兰连忙给赛瑞斯上棒，给他的攻击注入了神圣伤害。赛瑞斯的攻势顿时凌厉了不少，劲逼的兰塔斯连连倒退。然而几回合过后，兰塔斯却表示不演了，周身放出气场，
只是一记拔刀斩就将赛瑞斯手中的短剑拦腰砍断，同时还斩伤了赛瑞斯。能使用气场的绝不是泛泛之辈，一个成名的剑士为何会参与到这么龌龊的勾当里去？原来这个叫兰塔斯的男人本是个出身名门的骑士，因快40岁时觉醒了气场而一度成为帝国的荣耀。谁料他却有着见不得人的可怕癖好，把王国上下从精灵到贵族都祸害了个遍，从而成为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污点。斩杀了数百人后叛逃出国，最后为了糊口在查坦公国沦为了资本的爪牙。只见他伸手一指便封印了西兰的神力，随即老毛病又犯了。我看这个牧师也是风韵犹存了，把他也带上吧。手下闻言则是一脸黑线，这家伙又来了。西兰连忙解释自己是个男的，不料兰塔斯却一脸兴奋地表示，男的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。西兰掏出匕首誓死不从，双方正争之间，当军身后一声震天响，一名壮汉破墙而出，来势汹汹的正是哈特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们这几个臭流氓了，居然敢去追我的赛瑞斯！兰塔斯瞬间就感应到了哈特身上强大的气场，转头问手下，你们不是说买家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小伙子吗？光是看着他我就感觉有点感官失调了，你们管这叫平平无奇？哈特脱掉外套交给西兰并致以谢意，感谢你拼死守护赛瑞斯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对面的兰塔斯则表示好久没有遇到像你这么强的对手，哈特却满脸不屑，你丫就别装骑士了，你这个肮脏变态的糟老头，放马过来吧。下一秒拳头和宝剑就斗在了一起，两个气场觉醒者的碰撞显得异常激烈，双方所至之处砖瓦横飞，普通人若卷进去必死无疑。众手下吓得想跑路，几次较量过后，兰塔斯心里便暗暗吃惊，这年轻人老练的真不像个新人，他太精通气场了，这一拳起码有20年的功力，这货该不会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大叔吧？哈特也是惺惺相惜，这么一个肮脏的变态居然如此精通剑术，也是万万没想到。看来传言说的练武的孩子不会变坏并不靠谱。接下来兰塔斯却越战越没底气，因为哈特光是用胳膊就挡住了他的剑招，最终还是哈特技高一筹，一双铁拳轰得兰塔斯鲜血，最后一拳更是把他葬送在了废墟之下。接下是时候揪出幕后黑手了，这是一根普通的棍子，却能制成良弓万箭齐发，死因他是精灵族的神木，只有精灵族的咒语才能唤醒他的灵性。而在找到他之前，主角团必须先干一票大的。确定了幕后主脑的位置后，指导黄龙的哈特一干人大开杀戒，以拳头做武器的哈特尽量控制着力道，但还是很难做到不杀人，毕竟武王这副身体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根本收不住。西兰利用超能力把侍卫们的记忆抹去，以此消除目击证据。圣人塔卡塔再次现身阻拦，哈特用兽语开启了嘴遁模式，你身体里流着战士的血，这个烂人不值得你去守护。然而天性耿直的兽人却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战士，即使被当作奴隶也有责任完成使命。赛瑞斯向哈特自告奋勇，这个兽人就交给我处理吧。这次他拿到了趁手的武器弯刀，战斗力又提升了一大截，他有信心与兽人直球对决。哈特嘱咐西兰照顾好赛瑞斯后，便与兽人擦肩而过。塔卡塔对他的蔑视有些不爽，你打算就这么跳过我直接去找我老板吗？哈特淡定回应，你的对手是那个精灵女孩，关注我是对你对手的不尊重。中二的兽人居然表示认可。哈特径直来到棋牌室门口，里边隐隐透出一股乌烟瘴气的味道，他拉开门缝往里瞧，眼前的景象不堪入目，只见满屋子弥漫着诡异的毒气，墙壁上血迹斑斑，两个眼神迷离的男人正赤裸着上身大汗淋漓地忙活着。哈特的闯入让他们瞬间一愣，是谁？胖子连忙呼叫警卫，可此时哪还有人应答？眼前的惨状令哈特触目惊心，地板上横七竖八躺着女精灵的尸体。哈特心中的怒火被彻底点燃，我一生中见过各种各样下流的行径，唯独你们这样的人渣我不能忍。见识不好的胖老板急忙呼叫兽人，可依旧无人应答。胖子开始怕了，你想要什么？钱吗？还是市场？他以为这是竞争对手派来的杀手，我以商会的名义担保，不管他们付你多少，我给你双倍。一想到赛瑞斯前世竟是在这样的禽兽身边待了10年，哈特就觉得阵阵恶心。你这家伙是一点没变啊！言罢一记重拳便砸向了胖老板的大肚腩，痛得胖子五官扭曲，胆汁都吐了出来。哈特一把薅住他的头发，无法想象你这畜生前世究竟对赛瑞斯做了什么。胖子惊恐万分，根本不知道哈特在说啥，紧接着就惨遭五马分尸。此时赛瑞斯也已轻松料理了兽人前来会合。哈特通过气场感知到兽人没死，便放下心来，毕竟他也不忍心伤及无辜。一开始赛瑞斯还指责哈特对待敌人过于残忍，直到他看见了精灵女孩们的尸体，怒不可遏的赛瑞斯拔出弯刀指向了另一名共犯，那么就用你这条贱命来安抚死去的冤魂吧。谁料草菅人命惯了的中分头却显得一脸无辜，你们怎么会为了一个奴隶来杀我？这是什么逻辑？话音未落，就被赛瑞斯一刀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本次行动一共解救了10几名奴隶，哈特把卖身契还给他们，并大声宣告，你们自由了。然而奴隶们却目目相觑，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自由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不过是又换了个新主人罢了。哈特见此便知道是自己一厢情愿了，即使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奴隶放了，结局注定还是悲剧，无非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罢了。应该先从根源改变他们，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。他把这群奴隶送到了合作过的商会，甩给老板100枚金币作为报酬，
让他帮忙照顾。老板欣然接受，因为哈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哈特要求教育奴隶，老板刚开始以为是奴性教育，然而哈特却表示是和人类一样的基础教育。老板为难地表示，没有一个学者会愿意教奴隶的。哈特出了个主意，那就从学者手下找些穷学生来做家教，便宜又好用。老板依然不看好，他认为奴隶就跟猫狗一样，理解不了任何知识。隔天，商会领袖特里芬被害的消息迅速登上了各大新闻的头条。然而当警方找侍卫们录口供时，却发现无人能回忆起当天发生的任何事情，目击者的证词全都含糊不清，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。2周后，由于照顾了太多奴隶而把盘缠全部花光的哈特一行人，因为缺钱又到古代遗迹寻宝去了。西兰和塞瑞斯这次有了丰富的战斗经验，在对武器亡灵已经游刃有余。只见二人在遗迹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哈特则没事人一样在一边袖手旁观，亡灵们砍在他身上的刀剑连防都破不了，形同挠痒。哈特对二人的进步表示了赞许，刺客和牧师的配合越来越默契了呀。尤其是牧师西兰，更是在团战方面展现出了深厚的童子功，假以时日必成大器，肯定能超过我昔日的劲敌圣女艾琳。所以这小子前世为什么这么不出名？难道是因为英年早逝吗？除了搞钱，哈特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，那就是恢复法力，而这依赖于遗迹里的一样稀有道具，他现在必须得到它。然而此时一道被魔法封印的门却拦住了他们的脚步。西兰有些急眼，你看，我就说要带个法师来吧。哈特叫他等一下，接着便做出了施咒的手势。西兰有些吃惊，你会魔法？哈特告诉他，我曾经是个法师。西兰顿时目瞪口呆，会武功有气场还懂魔法，这什么暴力法师，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？而我辛辛苦苦锻炼，却连一块肌肉都长不出来，这太不公平了。随着一声芝麻开门，哈特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终于解除了门的封印。一个3级魔法居然花了13分钟才完成。西兰对此一脸鄙视，以后别告诉别人你是法师了。哈特叫他闭嘴，老子前世可是世界第1的10阶法师啊！我得赶紧拿到遗迹之声恢复魔法。不料进入遗迹后，却发现里边空空如也，看来有人捷足先登了，只留下墙角一根木棍，无人问津。哈特觉得匪夷所思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比自己还早发现遗迹呢？要知道前世这里直到17年后才会被人发掘，而那个人正是我。看来自己穿越到过去后，未来似乎已经发生变化了。塞瑞斯对着手中的棍子念了句精灵咒语，没想到棍子居然焕发出了绿光，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木棍，而是精灵族神木生命之树的分支，神功诸葛连弩。它能连续射出好几发魔法箭，箭的数量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念，意念越强大，射出的箭就越多。虽然接近于空手而归，哈特却劝慰小伙伴们不要太失落，毕竟这片大陆上像这样的遗迹还有很多。一边却眉头紧锁，因为他深知遗迹之声只有这里有，关键是这是唯一能帮助他恢复力量的东西。不管了，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吧。附近的村落里正好有处农家乐，几个人小搓了一顿。老板娘无意中透露，1周前有个骑士团来过这里，提到了探索废墟之类的话。哈特闻言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看来就是这伙人干的。哈特给老板娘塞了点小费，让他细说骑士团。老板娘连忙摆手表示，我们讲故事不收费。上周来的那伙人非富即贵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身披金甲的骑士，就连身上背着的剑都是黄金做的。哈特心想，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个特征，那就是格雷王国的金骑士。画面一转，一张精致华贵的长桌上，2名男人正在共进晚餐。爵士凯尔对金发男子的英勇表达了由衷的赞美。这次多亏您帮忙消灭了废墟里的那些怪物，能够亲眼见证金骑士的技艺是在下的荣幸。金骑士尤斯则淡定表示，放心吧，不会少了你那一份的。按照约定，宝藏的1/3归你。他是大陆最强的魔剑士，战力足以比肩气场觉醒者，只因他拥有这个时代最强的魔法盔甲和魔法剑。这套装备在特纳家族代代相传，每一代都会诞生一名黄金骑士，实力的上限全看能不能正确使用这俩道具。同样的装备在平庸者手里就是废铁，一般的魔剑士常常得不到气场使用者的认可，因为他们的力量全仰仗手中的魔法道具。不过特纳家族却是个例外，虽然他们家的剑术早已失传，觉醒气场已然成为奢望，然而这套魔甲的使用技术却比大多数剑术还要深奥，没有任何人敢小看它。所以凯尔爵士费尽心机讨好金骑士尤斯，各种彩虹屁轮番上阵，最后更是推出自己的女儿想要介绍给尤斯的弟弟。不料他话音未落，尤斯就瞬间翻脸，我没有弟弟，说着一把捏碎了手中的杯子。看来他们兄弟俩不和的传言是真的。意识到犯下严重错误的凯文爵士顿时汗流浃背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一个下人慌慌张张进来报告，不好了，有只恶魔从文物中跑出来了。只见城堡里，一只半牛马模样的怪物正在大杀四方。金骑士淡定地透过窗户观察着城里的动静，正寻思着怪物从哪来的，文物里难道混有召唤类的神器吗？下一秒他突然面色一沉，忍不住骂出了声，那个愚蠢的混蛋。只见城门口，
一名黑发青年正跨过奄奄一息的伤兵，一言不发地朝怪物走去。前线几名法师合力祭出一道巨大的冰墙，暂时封住了怪物的行动，坐等金骑士来处理。然而男子却默不作声地朝怪物拔出剑来。士兵见状大声呵斥：“你想干什么，拉斯？”下一秒，男子突然振臂高呼：“受死吧，恶魔！我们色奈家的剑是无敌的！”言罢便鼓足勇气朝怪物冲去。到了近前，一个跳劈便朝怪物头上斩落。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划过，怪物身上被开了一个大口子。成功了吗？愣头青涨红了脸，心里是抑制不住的紧张和兴奋。结果发现自己的攻击并没有奏效，反而把怪物彻底激怒。怪物反手便给了拉斯一记手刀，拉斯手中的宝剑顿时断成了数截，人也被击飞了数丈之远。那狼狈不堪的样子，连士兵都看不下去了，破口大骂：“笨蛋！”摔得头破血流的拉斯正要站起，忽然数道金光从他头顶掠过，一瞬间就击穿了冰墙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像核弹一样在怪物身上炸裂。出手的正是拉斯的哥哥金骑士尤斯。拉斯激动地叫了声哥哥，却遭到尤斯一脸嫌弃：“谁是你哥？我们特纳家族没你这样的蠢货。”随即他打量了下眼前的怪物，这只叫塞菲坦的恶魔非比寻常，没有气场的人根本赢不了。只见他抡起手中的巨剑，剑身顿时散发出强大的磁场，接着他便念起了咒语：“睁眼吧，埃尔德雷德！”随后剑鞘竟开始分离解体，化作无数片金色鳞甲包裹着尤斯的身体。下一秒，一名扛着黄金巨剑的金甲骑士就此诞生，这便是金骑士的完全体。来吧，异世界的恶魔，只要向魔甲埃尔德雷德下达指令，使用者就能随心所欲地施展出强大的魔法，让我成为随风飞翔的羽毛吧。随后他的身体便像轻灵的燕子般绕过怪物，飞到了上空。尤斯高举着巨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觉醒吧，魔剑埃尔德兰，八阶魔法，材料破坏。”紧接着便对怪物发起了山崩地裂的凌空一击。然而对皮糙肉厚的怪物来说，这还不足以致命。尤斯继续念咒：“请赐给我死神的眼睛，让豹子的力量充满我的身体，像龙一样翱翔。”随即他向怪物挥出了一招腐蚀之刃，在他身上开了个大洞，接着右手一挥，又召唤出了数个大火球。“热了，请击破我的敌人！”说完便向地面冲，把所有火力悉数引到了怪物身上。还是不够，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。最后一招力劈华山，寒冷的雪雾，请覆盖大地，消失吧！只见冰霜之剑划出数道寒光，将怪物斩成了碎片。弟弟拉斯痴痴地望着哥哥精彩绝伦的表现，眼神中充满了神往。男人练剑10年，只学会了一招简单的下劈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傻瓜，却被大师称为完美，只因他把这一招练到了极致，最有可能觉醒那股被遗忘的力量。而他此时正被哥哥的光芒所掩盖。他的哥哥便是大陆排名第1的魔剑士金骑士尤斯，强如哈特都觉得金骑士不好对付。他忌惮的是尤斯身上的那套神装，但又要设法从对方手里夺回一技之声，否则自己的法力就无法恢复。事已至此，只好去偷了。话分两头，另一边的金骑士砍完怪物后，就把残局留给了家丁收拾，末了还不忘教训弟弟拉斯，一个只会劈砍的剑士是配不上特奈家的身份，请搞清楚你的位置。拉斯却毫不动摇，不管哥哥怎么看，他都坚持认为自己是特奈家的剑士，依然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练剑。士兵过来质问他昨天为什么干傻事，不是叫你等金骑士来处理吗？拉斯却表示，凭什么？我也是特奈家的剑士啊！负负单挑。拉斯的剑术虽然粗糙，但一招下劈却练到了极致，说是大师级水准也不为过。之所以备受冷落，只因他是个私生子，被家族禁止学习真正的剑术，所以父亲只教给了他这一招，并告诉他，虽然传给你的是特纳家族剑道的碎片，但这却是开启气场的必经之路，只要勤加练习，也许就能觉醒那股被遗忘的力量。而他也不想辜负父亲的期望，于是每天闻鸡起舞。然而在哥哥尤斯眼里，拉斯就是个一根筋的傻瓜。特纳家族完整的剑道早就失传了，还妄想通过一招登顶，不自量力。画面一转，一个下雪的夜晚，一身夜行衣的哈特正在快速前行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生后竟会做这种鸡鸣狗盗的勾当。打晕几名巡逻的警卫后，便悄然潜入了凯尔伯爵的府邸。此时2名守夜的士兵正在闲聊，此处已经有金骑士镇守，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呀？我不信还有人敢闯进来。显然他没有注意到扒在天花板上的哈特。哈特再次确认了自己确实有做贼的天赋，一个肘击，一个裸脚，神不知鬼不觉把2名看守库房的警卫放倒，捏碎了魔法屏障的核心，破解了门上的魔力报警装置。进入库房后，满眼都是自己前世所熟悉的宝物。哈特如数家珍地盘点了一番，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宝贝——一技之声。突觉脚脖子处有些异样，原来是绊到了一根铁丝，顿时警铃大作。没想到连魔法屏障都能破的人，居然会踩中如此简陋的陷阱。铃声惊醒了正在酣睡的伯爵夫妇，哈特吓得拔腿就跑。善良的哈特就连突围的时候都收着力，生怕用力过猛打死人。为了抓贼，骑士和法师齐上阵，法师祭出火球烧向了哈特。哈特说了句不好意思，顺手抓起身边一名骑士做挡箭牌。骑士被烧得外焦里嫩，哈特却安然无恙，只因他知道骑士的盔甲上装满了敌方牧师的祝福，可以抵消不少伤害。接着又是万箭齐发，
可射在哈特身上就像撞上了铜墙铁壁。第3波进攻是涂满粘液的锁链缠身，10几个人拽着链子，哈特顿时失去了行动能力。为了拿下哈特，真是各种花招都用上了，最狠的还在后面。本人拉斯虽迟但到，有罪之人尝尝特耐之剑的滋味吧。拉斯挥舞着宝剑从人群中呼之欲出，哈特正惊讶这个白痴是谁的时候，拉斯不顾一切冲乱了骑士们的队形，高举宝剑向他砍来。哈特连忙摆好架势迎战，在他眼里，这个人的攻击动作平平无奇，本打算跟平时一样用手挡下来就行了。然而下一秒，拉斯凌厉的气势却让哈特大为震撼，连忙闪身避让。在拉斯斩断了数根铁链后，哈特只是一记简单的下勾拳便将其揍得满地打滚。哈特对此颇感意外，什么鬼？这家伙挥起剑来那么猛，却躲不开这一拳，看来他还不是很全面啊。正愣着神，一声断喝传来，天堂之刃撕裂天空。只见数道金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哈特击射而来，却被哈特伸手挡掉。原来是金骑士驾到！一身金甲的尤斯朝哈特喊话：“你这身手不像是普通的毛贼啊！”哈特正想解释自己的苦衷，金骑士却表示把这些话留作以后的呈堂共振吧。现在先束手就擒。见势不妙的哈特决定先下手为强，金骑士也是当仁不让。两个强者的初次交锋就显得势均力敌，双方都被对手的实力所震撼，你来我往，一时打得难分难解。两人都在苦思对策，见物理攻击对哈特不奏效，尤斯便使出了魔法深渊之影，却被10阶法师转世的哈特一眼识破，轻松躲过。金骑士尤斯暗暗吃惊，他怎么知道这一招的弱点？看来你很擅长对抗魔咒啊！哈特一脸认真，当然，这些咒语大多数我都认识。接着两人便在城堡里展开了追逐。哈特刚开始只是一味的躲闪，直到尤斯露出破绽，哈特趁机转身，一个下勾迎击，正中金骑士胸口。尽管有盔甲护体，尤斯还是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力。反过来的尤斯魔剑一指，数道劲风便化作利剑朝哈特急射，同时还夹杂着火焰魔法，封住火势。火借风威，把城墙轰得砖石横飞，却未伤及哈特分毫。尤斯杀红了眼，一个接一个的魔法源源不断，逼得哈特险象环生，直冒冷汗。不好，这样下去迟早要完。令他吃惊的是，尤斯的招数里竟然不乏高级魔法，而令尤斯震撼的却是，自己这双已达人类视野极限的眼睛，却捕捉不到哈特的任何闪避动作。快，实在是太快了！这家伙难道是气场使用者？尤斯决定改用生化武器古石之刃酸雾攻击，这招你又该如何应对？哈特猛一跺脚，一股风压瞬间包裹全身，周遭的酸雾顿时被吹得烟消云散，紧接着便转手为攻，雨点般的拳头朝尤斯身上招呼，密不透风的攻势逼得尤斯透不过气来。尤斯心中更加确定对手必是气场使用者无疑了。不过那又如何？我们特奈家的剑在力量上从来不需气场。他调整了一下，很快就适应了哈特的节奏，并不断利用间隙向哈特施加魔法回击。随着时间拉长，哈特开始心烦意乱。我以前以为气场使用者最烦人，没想到魔剑士也一样难缠。而尤斯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，我不明白，你一个那么精通气场的人，为什么要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？哈特心想，暴露了吗？五族的光环太醒目，所以自己一直没用，隐藏的身份终于还是被发现了吗？尤斯暗暗称奇，这家伙身上明明有一股气场觉醒者才可能拥有的力量，可是却没有见他使用气场。想到这，他顿时成竹在胸。我猜你觉醒气场没多久吧？那你可就没有胜算了。下一秒，只见金光四射，尤斯同时唤醒了剑和甲，给我毁灭世界的力量！黎明之光随即一跃而起，朝哈特当头斩落。见到金光的哈特此时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跟自己纠缠了这么久的对手就是金骑士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也不用再藏着掖着了。随即开启了五族的螺旋防御，硬吃这一击。火星撞地球般的光芒亮瞎了士兵们的眼睛，哈特不敢恋战，趁乱跑了，留下惊魂未定的尤斯在原地亚麻呆住。不可能，他居然挡下了黎明之光。然而哈特也并非全身而退，由于螺旋防御的使用晚了 2.5 秒，导致肩膀受了重伤。为了逃命，他奋不顾身地从高耸入云的城墙一跃而下，掉进结了冰的护城河。尤斯还是不放心，立即组织人马出城搜索，别让那个人跑了。士兵不禁提出疑问，吃了您这么大一招，他还能活命吗？尤斯却非常肯定，他才没那么容易死。哈特这边一出事，心有灵犀的赛瑞斯就预感到了不妙，于是跟西兰二人光天化日之下勇闯虎穴，想要探寻哈特的下落。结果惨遭城堡里的士兵围追堵截，弱不禁风的西兰不一会儿就累不可支，被赛瑞斯一把搂起带着跑。然而很快就没了去路。危急关头，赛瑞斯张开精灵神弓，朝追兵们射去。士兵们肉眼所见只有赛瑞斯手里的一根破棍子，却不知这无形之箭从哪射来的，顿时人仰马翻，不得不请金骑士出马。就当西兰二人以为解围之时，赛瑞斯耳畔却传来风魔法的咒语，眼疾手快的他抄起西兰就闪人，再慢一秒就要被金骑士的风之刃碎尸万段了。尤斯怒不可遏，真是够了，你们这些东躲西藏的鼠辈！退无可退的赛瑞斯只得拔出宝剑迎战，剑柄上特殊的纹路引起了金骑士的注意，真是一把绝世好剑，是那个男人送的吧？西兰这边也给赛瑞斯上了 buff，
助他一臂之力，心中却是忐忑不安。惊奇时安然无恙，哈特却不知所踪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如赛瑞斯所言，哈特被抓了。然而没等赛瑞斯反应过来，尤斯一记顺伸斩便将他重重击飞。男人只是咬了一块肉，身体就开始自动疗伤。治疗停当后，他只是伸手一拳，就在空中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光圈。看来这身体又是100%状态全满了呢。而就在刚刚，从昏迷中苏醒的哈特发现自己的伤口已经被人包扎好了。他暗自庆幸，这次虽然被惊奇士制裁了，但一技之声总算到手了。周围的环境有点陌生，正疑惑间，眼前突然出现了2个前来嘘寒问暖的矮人。小女人还体贴地端来了热粥。不过在哈特的印象中，矮人跟人类向来不和，这2人却为何对自己如此客气？随后一名老矮人的出现打消了他的疑虑。你终于醒了，我们的救世主。哈特闻言一脸懵逼，老人便向他解释，6年前我们的大祭司从矮人之神艾尔福特那里收到了一则预言，一个又大又聪明的家伙会从冰冷的水里飘下来，只要把他拉起来，他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，给我们救赎。矮人们对神的话深信不疑，从此以后一到冬天就守在冰河边等待那位预言之子的到来。哈特面露尴尬，怎么跟前世一个套路？那时候的艾尔福特也预言过自己，不过最后搞砸了。6年前正是我刚穿越过来的时间点，话说我前脚刚落地，艾尔福特这边就开始行动了呀。不过还是谢谢你再次对我寄予厚望，相信这次我会做得更好。武王的身体就是棒。哈特很快就恢复得差不多了。小女人对他非凡的自愈能力惊叹不已，哈特却将之归功于矮人们的悉心照料。小女人很是困惑，哪有什么照料啊，我不过是给你喂了些粥而已。哈特心说，要是有肉吃的话，那就恢复得更快了。伤势一好，他便去参观了矮人部落。小女人自告奋勇地充当起了人肉拐杖，在旁边扶着哈特。这些山地部落的矮人都是凯尔伯爵家的奴隶，矮人是唯一能处理特殊任务的种族，这是因为人类无法学习他们的技能，比如靠听声辨位来寻找地底的矿脉。哈特前世在建立怪物帝国时，也得到了矮人的诸多帮助。他好奇为啥这里的矮人都是女性，被告知男的都被拉去挖矿了。哈特当然知道，其实这些都是人类控制矮人的花招，被留守在这里的家庭妇女都被当成人质了。哈特接着会见了那名救过自己命的矮人牧师，牧师礼貌地表示，老实说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你是救世主，虽然你的眼神很友善，但你毕竟是人类，你打算如何拯救我们呢？我们的大祭司想见你。得知大祭司的名字后，哈特会心一笑，原来是前世的故人啊，那一定得见见。他不想再重蹈前世的覆辙。关于重建帝国的事，他想请这位聪明的故人出谋划策。牧师表示，马克林大祭司现栖身于一处绝密之地，故安排了一名向导给他，就是之前那个小女人。别看她小小一只，她可是我们矮人族仅存的战士。女人名叫蒂拉德，她向哈特表示自己会尽力而为。这时一名矮人慌慌张张前来报信，不好了，救世主先生，你的同伴被抓了。惊奇士尤斯仍不肯放过哈特，打算对2名自投罗网的同伴不择手段，务必要他们交代哈特的下落。在他眼里，这可是2名重量级俘虏，一个是佩戴高级魔法剑的精灵，一个是拥有主教级别神力的牧师。然而接到指令的2名菜鸟，一时之间却不知该从何下手。毕竟骑士精神也没有教过他们该如何刑讯逼供，于是2人决定先审讯一番再说。谁知西兰却不打自招，说起话来没完没了，从哈特学艺的八卦趣事一直聊到窃取文物的动机，听得骑士们满脸黑线。俘虏说这么多话正常吗？我们甚至都没有折磨他。结果西兰倒是自己说的口干舌燥，骑士反而不好意思起来，还体贴地给他倒了杯水喝。你跟我们说这些真的没问题吗？你难道对自己的朋友一点忠诚也没有吗？西兰一脸鄙夷，这有啥好隐瞒的？反正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形象。骑士感觉越来越离谱，难道所有的审讯都是这样的吗？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此时哈特在蒂拉德的指引下，正秘密前往矮人大祭司的藏身之处。冰天雪地里用气场打猎很轻松，哈特很快就凭借强大的感知能力抓到了一只鹿。2人架起了篝火烤肉吃，蒂拉德却警告说，在这片森林里打猎是违法的。哈特予以了反驳，如果凡事都按照人类制定的规则来，那还拿什么拯救你们这些异界物种？要知道，解放奴隶这件事也是违法的呀。说罢，哈特便开始大快朵颐，他要尽快恢复体力。哈特风卷残云般炫完了一整只鹿腿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身体竟然开始自动疗伤了。治疗停当后，他只是伸手一拳，就在空中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光圈。看来这身体又是100%状态全满了呢。盘点完仓库后，尤斯发现丢的是一技之声，他愈发觉得这不是巧合，那个男人不可能只是碰巧从无数文物中挑中那件文物。原来在1个月前，有个神秘人曾找到他，此人手持一块银色令牌，上面刻着圣贤的符号，我想你一定认识他吧，特纳家族的传人。早些年在尤斯被正式选定为继承人的那天，父亲便向他透露了一个只有家族传人才知道的秘密，那就是关于银圣的存在。那是一群拥有巨大力量的人，他们可以摧毁整个国家，同时也是一群智慧和知识远超现代文明的圣贤。他们藏身于阴影中，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，只在人类面临危机时出现，即便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也要对他们礼让3分。那么这个拿着令牌的人就是银圣了。拉斯恭敬地向其下跪请安，银圣递给他一张藏宝图，我想把探索埃卢翁遗址的任务交给你，你在里面找到的所有文物都归你，我只想要一样东西，一技之声。同时银圣还警告他，
如果你失败了，特纳家族的命运将陷入万劫不复。尤斯很快便从审讯人员的口中得知了哈特的身份，他更纳闷了，为什么银圣要占有五族的东西？那2个同伙应该只是仆人，他不可能来救的。那我怎么才能抓到他？此时城堡外，2名守卫对昨天发生的事仍然心有余悸。那家伙可别再来了呀！我们这些普通士兵拿头跟他打，这可是一个赤手空拳就能对抗金骑士的男人啊！结果说曹操就到了。那个赤手空拳的男人这次从正门光明正大的进来了。哈特这回没有墨迹，一见面就开大，灾难号角。就在尤斯为找不到哈特而烦恼的时候，窗外一声爆炸将他拉回了现实。这股力量是他吗？此时的哈特犹如天神下凡。我听说我的朋友们都在这里啊！男人只是轻轻挥舞拳头，就将法师们的攻击全部反。今天他要一个人单挑一座城。暴力法师哈特火力全开，拳头所到之处摧枯拉朽。骑士们的装甲在气场使用者面前脆弱的跟纸糊的一样，他只是一拳砸向地面，就把士兵们震得飞起。法师们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冰火雷电，目不暇接，全往哈特身上招。对物理攻击基本免疫的哈特决定先干掉法师。作为过去的资深法师，他知道这种低级法师只要受点轻伤基本就废了，于是便用拳头将冰火雷电一一反弹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接下来再干掉牧师，有些牧师的神圣法术在受到伤害时会变得更强，所以最好的策略是将他们搅晕。士兵们明显感觉到开了气场的哈特比昨天强多了，此时就连一向勇猛的拉斯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他不是怕死，而是被哈特身上的光芒深深吸引住了。拉斯睁大了双眼，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渴望的气场吗？他甚至能清晰地看到气场在哈特身上流动的方向。看到这一切的拉斯瞬间顿悟，这是没人教过我的，也是没人能教会我的，只有达到武术顶峰的人才能掌握的动作和呼吸。拉斯在一旁仔细观察并揣摩着哈特的一举一动，他已然把这场战斗当成了气场教学示范。拉斯越看越佩服，不知不觉间剑锋上竟泛起了蓝光。很快，数道金色斩击从天而降，向哈特袭来。哈特连忙闪开，严阵以待。你来了呀，新骑士尤斯！肩扛魔剑的尤斯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。你对我的骑士都做了什么？我不会原谅你的暴行。谁知哈特却一脸讽刺，你怎么一副刚刚赶到的样子？你在暗中观察了那么久，以为我看不见吗？刚才躲得远远的，蹲在墙后面的那个人是你吧？被拆穿的尤斯瞬间羞红了脸。哈特不依不饶，你肯定是想看看我有多强，但你不觉得把你的下属当做小白鼠来检验我，有点残忍吗？作为一个名声在外的正人君子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尤斯正要否认的时候，哈特再补一刀，不然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？就算洗了个澡也不用那么久吧？尤斯还想狡辩，我只是碰巧睡着了，没有按时醒来。哈特得理不饶人，老子把墙都拆了，你还搁那睡觉？你当你是睡美人呢？尤斯彻底破防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要让你为玷污我的名誉付出代价。一言不合就变身，哈特信心十足，放马过来吧，这回就让我们认真的打一次。金骑士尤斯腾空而起，先给自己上了个强化 buff， 接着挥舞魔剑朝哈特当头斩落。奥数之刃，见此哈特一脸兴奋，好醇厚的魔法，我认可你了。随之一招举火烧天，用拳头应对尤斯的魔剑，二人你来我往，打得难分难解。然而哈特的身体虽硬，却还是被奥数之刃划破了几道口子。气急败坏的尤斯恨不得将哈特生吞活剥，大开大合的剑法很容易就露出了破绽，被哈特瞅准时机一拳打在了腰子上。身高不到1.5米的小女人只是轻轻一抬，就将8尺大汉高高举起，然后重重摔在地上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哈特在前线吸引火力，矮人女战士蒂拉则趁机潜入地牢营救西兰二人。西兰对蒂拉的外貌充满了好奇，除了耳朵，你倒挺像个人类的。不料三人逃亡时却被看守发现了。塞瑞斯上前就是一个飞膝干掉了守卫，另一名守卫正要背后偷袭，被蒂拉一斧子挡了下来，随即一把抓住伏笔，竟将那名守卫连人带斧举了起来，随后一松手便将其重重摔在地上。这一套神操作看得西兰目瞪口呆，好大的力气！蒂拉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机操勿六，我们矮人是这样的。随即便往窗外扔了一枚信号弹。哈特见此便知那边已经得手，金骑士也发现了异样，别告诉我你只是个诱饵。哈特凶相毕露，如果不是，你猜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陪你玩这么久？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我的力量了。金骑士大惊，你是说直到现在你都没有全力战斗吗？你这个傲慢的傻瓜！说罢便挥剑朝哈特砍去，却被他轻松闪避。哈特头也不回，回手打出了一记冲击波。金骑士抬剑应挡，陡然间压力倍增，我可不能在这里输给他，面子里子全丢光了。此时的哈特火力全开，对着尤斯疯狂输出。尤斯一个瞬身闪到他身后，怒吼吧，埃尔德兰！接着便是一剑凌空劈落，哈特迅疾如雷，边闪避边突刺。未等金骑士落地，一记上勾拳便轰在了他前胸，谁料打到的却只是个残影。这家伙会引分身术吗？场上瞬间出现了5名金骑士，哈特微微一惊，下一只见所有的分身都举起了手中的魔剑，使出了同一招毁灭之光，材料破坏。然而哈特一眼就识破了金骑士的真身，尤斯被一拳轰上了天。尤斯大惊失色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哈特轻描淡写的回应，我曾经是个魔法师。孩子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耍的那些小把戏吗？尤斯仍不服输，继续使出了爆炸魔法，
被哈特的螺旋防护轻松挡下，接着又使出冰魔法，寒冷的雪雾笼罩大地吧，又被螺旋防护震碎。再来，风魔法，疾风剑，又被螺旋防护一一弹开。再来，冬天之王，吞噬世界吧！无论尤斯怎么变招，哈特始终以不变应万变，一招螺旋防护通吃所有。尤斯不淡定了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他是如何用一项技能来抵挡各种元素法术的？只有哈特知道，这是五族特有的技能。其他觉醒者可以用气场包围身体来增强防御，却无法使用螺旋防护。倒不是因为这项技能很难，反而是因为它太简单粗暴了，一般人的身体无法承载这样的状态，让气场像螺旋一样在体内循环。一旦他们这样做了，身体就会被撕裂。而五族弟子的身体经过千锤百炼，所以遭得住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耗气场。尤斯惶恐地瞪大了眼睛：“是谁？你背后那个人到底是谁？”此时，一名士兵正好站在哈特身后。“他不是你的下属吗？”尤斯彻底抓狂：“你在嘲笑我吗？我是问谁给你下的命令？”随即愤怒地觉醒了剑和甲，赐予我毁灭一切的力量——黎明之光。哈特上次吃过亏，这回不敢再轻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直接使出了终极大招——毁灭之角，4级灾难号角。随着天崩地裂一声巨响，我们下周再见分晓。真相了，真相了！拉斯真实身份曝光，竟是哈特前世劲敌武王的灾难号角对上惊奇士的黎明之光。5一接触，高下立判，激荡的拳风将尤斯的不败金甲震得稀碎。这恐怖的力量令他大惊失色，这是什么技能？直到失去平衡后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对手把气场注入了拳头，同时引爆所产生的涡流。这股漩涡般的力量正在吞噬着周围的一切。此时的哈特力贯全身，身上衣衫尽碎，一拳便将尤斯轰出去数丈之远。随着魔剑的掉落，惊奇士的不败神话就此破灭。围观的家丁们一脸骇然，这怎么可能？特奈家的剑难道就这样陨落了？哈特却只是云淡风轻地拔起插在地上的魔剑，将它交还给特奈家的族人。放心，剑和甲是相连的，只要剑在手，魔甲就会自动复原。不过彻底修好至少要等半年。随即他还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把你们的场地弄得一团糟，但是一技之声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”就在哈特打算功成身退之时，一直沉默的拉斯却突然挺身而出。他剑指哈特：“你就适可而止吧，这事还没完呢。特奈家的剑还在。”哈特寻思，这不是那个只会下劈的傻瓜吗？不想搭理他。见拉斯再生事端，族人气得七窍生烟，回头我是要把你赶出家门！你这混蛋！拉斯不管不顾，举起宝剑就朝哈特劈去。哈特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家伙不是傻，而是一根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个只会下劈的剑路突然从一道化成了数道。只见蓝色的剑气纵横，一招威力巨大的横扫竟将哈特击退。同时，武王这副能扛得住大部分刀劈剑砍的钢铁之躯，居然被划出了一道鲜血淋漓的口。哈特吃惊不小，这不科学啊！难道这家伙觉醒了刀刃气场？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拉斯一脸豪迈地表示：“我只是重生了特纳之剑。”哈特心中一凛，这蓝天般的光环看起来好眼熟啊！别告诉我，你就是前世参与围剿我的那个剑士塞勒斯。拉斯闻言也是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原来拉斯的全名叫塞勒斯·冯特纳，这是他成为骑士后被授予的名字。然而，因为他那见不得光的母亲，没有人承认他是骑士，所以人们向来只称呼他的乳名拉斯。然而，只有哈特知道，尽管特纳家族现在已经骑士而闻名，但30年后的情况将会有所改变。他们家后来因为培养了几位真正的剑士而从公爵升为侯爵，也借此洗清了只会依赖魔法装备的名声。在我那个时代，金骑士早已被人遗忘。见哈特称自己为剑士，拉斯羞得俏脸一红，在他心目中，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头衔。他连声追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全名？你说的剑士是什么意思？”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的哈特连忙摆手：“我想我一定是认错人了，你别介意哈。”闻此，天真大男孩拉斯一脸失望。哈特忍俊不禁，好单纯一男的，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。据我所知，前世的塞勒斯可是一个严厉又冷漠的人。也许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吧。拉斯不再言语，一个纵身便朝哈特当头劈下。哈特这回不敢怠慢，凝聚力量，举拳相迎，两股气场的碰撞令脚下的砖石塌陷。毕竟姜还是老的辣，哈特抓住一个破绽，一拳轰在了拉斯的胸口上，揍得他口吐鲜血。然而拉斯却没有因此倒下，反而怒吼一声，站得更加挺拔，将体内的气场彻底迸发出来。哈特暗暗吃惊，这家伙才刚觉醒不久，就懂得如何引导气场了，真是后生可畏。随即，拉斯一鼓作气挥舞着宝剑连削带砍，势如风虎，把哈特逼得连连倒退。眼花缭乱的剑招竟让他完全无法看穿对手的行动。黑化了，黑化了！金骑士尤斯彻底黑化成黑骑士，将魔爪伸向弟弟拉斯。为了名誉和地位，不惜骨肉相残。拉斯所有的攻击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，这家伙的剑术毫无章法可言，完全就像只野兽一样的战斗。这种打法在武术行家面前本是不堪一击。然而，拉斯强大的力量却弥补了这一缺陷。哈特一时之间竟找不出破绽。传说塞勒斯是百年不遇的剑术天才，前世更是获得了剑圣的称号。然而，他却杀了我忠实的下属和朋友，伟大的兽人战士塔西。哈特越想越气，把复仇的怒火发泄到了眼前的拉斯身上。
他只是一击就摧毁了拉斯的剑气。拉斯口中高呼：“我是特纳之剑！”随即使出了练习时长2年半的下劈，那气势仿佛要劈开天空。见此，哈特心生杀意，他想将未来的危机扼杀在摇篮里。下一拳，他使出了足以致命的力量。我很庆幸命运让我们这么早相遇，永别了。拉斯被一拳轰飞。然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发生了。濒死的拉斯掀开棺材板，再次坚挺地站了起来。我是特纳之剑，特纳之剑永不言弃。看到这一幕的哈特不禁动容，即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但他依然站着，这是何等伟岸的骑士精神！哈特开始动摇，我应该把他干掉吗？但是现在的他还没犯下那些罪行，而且塔西德那个拥有伟大战士灵魂的兽人也不会想让我杀了他，他肯定会生气的，因为我夺走了他复仇的机会。我的使命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平决斗的场合。想必哈特改变了主意，看在我朋友的份上，我会让你活下去。拉斯一头雾水，你说什么？哈特一脸凝重，好好活下去，变得更强大吧。原来在前世，塔西德曾多次与剑圣塞勒斯作战，他们的战斗互相成就了对方，彼此都变得越来越强。也许正是因为塞勒斯，塔西德才能够获得伟大战士的力量。如果我杀了他，可能会毁了塔西德的未来。主意已定，哈特瞥下原地发懵的拉斯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这是在可怜我吗？我为什么这么难？痛苦不堪的拉斯无力地仰天长啸。另一边，哈特已经赶回营地与伙伴会合。西兰没好气地表示：“感谢你，让我们喜提监狱1日游。”不过哈特却只关心塞瑞斯：“你还好吗？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？”哈特的过分热心让塞瑞斯一脸尴尬。“我很好，骑士们比我们想象的更有绅士风度。”画面一转，尤斯在房间里焦躁地踱着步，外面的人都在谈论拉斯，自己一向看不起的那个废柴弟弟，居然获得了气场的力量。本就偏心的父亲，还有那些表面称赞我，却在背后哀叹家里没有气场使用者的长辈。终于如愿以偿了，毕竟在家族中有一个气场使用者，就可以极大提高家族的地位。而我，一个落败的金骑士，又该置于何地？尤斯看了一眼曾经给自己带来辉煌的金骑士装甲，内心充满了不甘。还是特纳之剑。画面一转，早起的拉斯站在悬崖边远眺晨曦，他向着天空开怀大笑。自从觉醒气场后，整个世界都变亮了。我还不够好，但这只是时间问题。我想我很快就能赶上那个男人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很快，我将成为真正的剑士。正憧憬着，尤斯突然出现在身后。你心情怎么这么好？你不是输了吗？接着，尤斯又充满向往地表示：听说你觉醒了气场，能给我看看吗？拉斯向他展示了剑气，尤斯一脸羡慕，多么美丽的光环啊！闻此，拉斯开心得像个孩子，他终于认可我了。正喜悦之际，魔剑已经洞穿了他的身体。尤斯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拉斯。为什么？拉斯一脸惶恐地望着哥哥。现身了，现身了！神秘的白银圣人现出真身，他究竟是谁？而此时的悬崖边上，一场骨肉相残的惨剧还在上演。拉斯难以置信地望着哥哥，然而尤斯向魔剑发出的夺命咒却让他彻底心寒。我的剑将因敌人的鲜血而颤抖。看着尤斯疯狂的表情，他是真的要我死啊！尤斯恶狠狠地说道：特内家只能有一把剑，我无法认可一个私生子成为特纳之剑。随即他拔出魔剑，再度朝拉斯当头砍去，身后就是万丈深渊。退无可退的拉斯抬剑一打，却被震得跌下山崖，掉进了湍急的河流。一时之间，生死未卜。家丁们闻声赶来，尤斯恶人先告状，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。是拉斯，他伏击了我，想篡夺族长的位置。对拉斯本就没啥好感的家丁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。果然，他的行为就跟他的血统一样肮脏。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会觉醒气场？尤斯丝毫不慌，我有魔剑在手，就算他活下来也不成问题。即使你是一个气场使用者，你也无法对抗魔甲埃尔德拉德的力量。画面一转，哈特一行人正前往矮人的秘密基地，途中他们谈论起了矮人的信仰。矮人信奉的神叫阿波斯。西兰很是惊讶，那不是一个邪神吗？哈特故意反问，为什么这么说？阿波斯做了什么邪恶的事吗？原来这个世界最大的神叫赛耶，周围还有一圈小神，统称12神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并不为人所知的神，他们分别是精灵之神埃尔迪亚和矮人之神阿波斯。其中，阿波斯被认为是一个邪恶的神。至于原因，就连大牧师西兰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正在此时，塞瑞斯突然指着一个方向惊呼：“那是什么？河里好像有人！”果然，一具尸体正随着浮冰一块漂流而下。就上来一看，正是拉斯。西兰赶紧治疗。哈特一脸困惑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而且好像还被人刺伤了。西兰好奇道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哈特含糊其辞：“你可以说我认识他，但你也可以说我不认识他。又是从河里飘下来的，莫非此人跟我一样，也是受了神谕的指引吗？”半个时辰过后，从马车上醒来的拉斯不知身在何处。他回忆起哥哥刺杀自己的情景，心中却没有恨意。尤斯是个伟大的骑士，我不会怨恨他的。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哥哥脸上有光。我曾经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强，他就会认可我这个弟弟。看来是我天真了。得知是哈特一行人救了自己，拉斯有些意外。西兰表示：“你的伤口很深，幸亏你是气场使用者，否则连我都救不了你。”这些话听在拉斯耳里却心如刀割。没有气场我就死了呀！尤斯，哈特见他摆出一副司马的表情，忍不住吐槽：“本来我不想说的，但我们确实救了你。
你小子就不能对我们礼貌一点吗？说声谢谢很难吗？为了照顾你，我们甚至专门去买了一辆马车。拉斯窘到不行，连忙乖巧的鞠躬致谢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哈特心里的算盘却是，让未来的剑圣欠我们一份人情，也许是件好事。即使他真的成为我们的敌人，他也无法再像前世那样毫无顾忌地杀死他的救命恩人了。从物质上，他也一并提供了支持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就送你点路费，各回个家吧。拉斯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可能再也回不去了。依照尤斯的尿性，我敢肯定我已经被诬陷为伏击他的叛徒。哈特心说不对啊，在前世，尤斯觉醒了自己的气场，然后与他的兄弟进行正式的决斗，以获得继承人的头衔。难道历史又因为我而改变了？他问拉斯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拉斯一脸茫然，回去只会被当作叛徒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让我和你一起旅行吧。此言一出，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。拉斯说出了理由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本该设法报答你，但我如今被家人抛弃了，就只有以身相许了。哈特闻言汗流浃背，你不需要感到亏欠。拉斯补充道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觉醒了气场，我想通过向你学习而变得更强。哈特连忙打断，但是你甚至不知道我是谁。拉斯却觉得无所谓，知道你是武王杰拉德的继承人就够了。哈特一脸窘，在我的前世，拉斯靠着四处挑战国内的其他气场使用者，以变得更加强大，但他现在成了叛徒，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训练了，这意味着他别无选择，只能向其他国家的气场使用者学习。想到这，哈特已是满头暴汗，而我恰好就是其他国家的气场使用者。没等哈特表态，拉斯就信誓旦旦地表示，我发誓效忠于你，直到我觉得自己足够强大的那一天。哈特闻言直起鸡皮疙瘩，剑圣塞勒斯成了我的部下吗？不行，就是这个混蛋杀了塔西德。不过敌人变成盟友似乎也不是坏事，如果其他几个也能这样转过来那就好了。但是英雄亚历克斯和圣女艾琳可能还没有出生，武王泰斯隆已经变成我了，所以只剩下光明法师杰德。但那混蛋太狡猾了，即使他来求我做他的同伴，我也不要他。而且这家伙在前世杀了塞瑞斯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考虑。想通了这些关节，哈特满面春风地表示，你不需要宣誓效忠，如果你愿意陪我们一起旅行就很好。接着拉斯一脸天真地表示，那我能叫你一声哥哥吗？哈特反问他，你多大了？27，我23。什么？画面一转，城堡里尤斯正对着前方下跪，对不起，白银圣人，在他面前站立的是一个幻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就这么一点要求你都做不到，我的任务对你来说那么困难吗？还是我高估你了？听到这，尤斯已是汗流浃背，然而却无能为力，只得一个劲的赔不是。眼前之人显然跟自己不是一个量级的，即使是强大的法师也无法做到，而他却能把自己的幻象传送到我的卧室，所以除了磕头还能咋地？都是我的错，请惩罚我，饶了我的家人吧。幻象威胁道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们家族迟早要完了。说罢，便化作一道青烟消失不见。另一个房间，一名神秘男子正对着手里的水晶球喃喃自语，我就不该相信一个半桶水的魔剑士，难怪金骑士会被剑圣秒成渣。此时身后突然有人传话，伊朗公爵想见你。原来这名男子便是银圣之一的莱斯汀，而召见他的伊朗公爵明面上是格雷王国的第7位统治者，实际上也是一名银圣，同时还是气场使用者。伊朗公爵开口责问，你为什么要动用银圣令？圣人莱斯汀，不可否认你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，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20岁的时候就觉醒了气场的人，你不但法力高强，未卜先知的能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，他对确保人类的安全有很大的帮助。多亏了这一点，尽管你年纪轻轻经验不足，但还是被推荐为白银圣人。我们接受你，是因为我们相信你是有价值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成为银圣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贡献，而是因为你未来的潜力。莱斯汀表示道歉，您说的意思我都明白，十分抱歉。伊朗公爵一脸肃然，放心，不会有任何纪律处分的，因为你又没拿令牌惹什么大麻烦，但是你最好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。说罢他便打了道，你可以走了。圣人莱斯汀随即又改口，不，泰斯隆。原来银圣莱斯汀就是武王泰斯隆，而他现在所处的肉身正是年轻时的哈特本体。传说中的白银圣人既是人类的守护者，也是一群在阴影中实际掌控世界的人，他们的力量大到足以决定整个国家的兴衰。泰斯隆深感怀才不遇，虽然他勉强成为了银圣的一员，但实际上仍然处于最底层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他十分担心，那个用恐怖撼动世界的魔王已经转生到这个世界，如今的他拥有钢铁般的身体和伟大法师的大脑，谁能和他匹敌呢？谁能阻止他带来的噩梦？泰斯隆下定决心，我必须在他完全恢复法力之前阻止他。没想到他竟然获得了一技之声，不过即使是魔王，要想恢复所有的力量也没那么容易。我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变强。一技之声是传说中4个标志的遗物之一，根据光明法师杰德的说法，这些遗物是魔王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，所以我要确保在他之前拿到。你等着吧，魔王哈特。画面一转，哈特一行人驾着马车继续前进，准剑圣拉斯充当起了小伙伴们的贴身护卫。他无法理解哈特这群人的行为，明明有精灵奴隶不用，却非要通过抽签来决定谁来打杂。拉斯称哈特为主人，您为什么亲自动手而不是让奴隶们效劳？哈特表示，这个世界把他们当作奴隶，但我不想那样做。
我只把他们当朋友。如果你不认同我的观点，你可以离开，我不介意。拉斯却觉得，我听说在真正强大的武术家中有很多奇怪的人，也许这就是主人的特殊癖好吧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也被潜移默化地干起了家务。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发誓对他忠心耿耿，直到我学会剑术的那一天。在那之前，他就是我的主公，我只要照他说的做就行了。一路上，哈特一有时间就把自己关在马车里，抱着一技之声休息。他转动魔方，旋即被传送到一个虚拟现实环境，在这里，通过玩一种叫魔法节奏大师的游戏来练习，运用各种元素魔法消除源源不断出现的方块，以此获得积分。最终，哈特勉强通过了考核。一技之声是白银时代的神器，却是当时的人们寓教于乐的玩具。不过这玩意儿效率确实很高，有了这个，即使是用泰斯隆的大脑，我应该也可以恢复相当一部分法力。当然，跟我过去的大脑肯定是没法比的。正寻思间，马车已经到达了贸易城市斯特拉桑。他曾委托这里的一家情报机构搜集哈特本体的资料。调查显示，本体在16岁的时候突然失去了理智，因为某种原因不明的精神疾病而变得风言风语，坚持说自己是泰斯隆而不是哈特。显然，这份资料充分肯定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武王泰斯隆和我一样，转生到了这个时代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！矮人族竟然是行走的测谎仪，原来他们的力量来自大地，跟大地产生链接便是他们的天赋，连重力都能运用自如。在去矮人大本营之前，魔王哈特从情报得知，跟自己交换了身体的武王泰斯隆，早在2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法师塔，从此下落不明。而在哈特的前世，自己快30岁才从法师塔毕业，不是他没能力，而是法师塔的高层不允许他这么早离开。那么泰斯隆又是怎么离开的呢？看来想要获得更多信息，只能去逃帮工会联系个厉害点的赏金猎人帮忙调查。月后即粉，他一把火烧掉了情报，决定明日一早就动身。随着彼此之间的羁绊日渐加深，哈特决定不再隐瞒，他打算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向小伙伴们全盘托出。我不认为精灵、矮人或半兽人是奴隶，而且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。闻此，队伍里的2个人类目瞪口呆。接着，哈特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我的梦想和人生目标是去创造一个世界，把所有异界物种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。”拉斯表示不理解：“您是想把精灵和矮人放生吗？”哈特纠正道：“别把他们说得像野兽一样，他们和人类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。”他深知要扭转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很困难，毕竟对这些人类来说，这相当于要像对待人一样对待牛或猪。在他们眼里，奴隶就是会说话的牲口。意外的是，西兰表示了理解。好吧，这很像你的作风。你是想改变世界吗？你的目标不只是解放奴隶，对吧？哈特一脸认真。当然，我要实现我的梦想，即使与整个世界为敌。所以我才问你们，是否愿意加入我的梦想之旅？西兰首先表态，我肯定会的。塞瑞斯一脸感动地望着西兰。西兰解释道：“老实说，我并不完全认同他的梦想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梦想。但正如他所言，我确实觉得你们不应该被当作奴隶对待。而且，除了你们，我想我也很难再遇到这么有才华的人了。”他越想越兴奋。此外，精灵、矮人和兽人都有男女之分，我会向他们每一个人传播爱神的教育，这样我就能作为第一个把信仰传播给异界物种的人而载入史册。哈特反问：“你不怕被人类厌恶吗？如果我打算推翻贵族，解救所有的奴隶呢？”西兰欣然接受。如果你认为这很重要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老实人拉斯也做出了表态。老实说，虽然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但我已经发誓效忠于你，所以你的路就是我的路。哈特表示，你只需要确保不会泄露我们的秘密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保密的。随即他公布了接下来的行程。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叫大熔炉，矮人供奉的阿波斯神庙就在那里。画面一转，众人来到了大熔炉，只见此地到处都是怪物。蒂拉使出了矮人特有的重力系能力。亲爱的大地，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。虎跃上的力量顿时增强了数倍，把食人魔打得落花流水。拉斯也不遑多让，嘴里呼喊着口号：“像你这样肮脏的生物，怎么敢攻击一个被赛耶保佑的人类？”刀刃气场使得出神入化，一刀一个食人魔。有着这样出色的伙伴，众野怪哪是哈特的对手？怪物们很快便被揍得七零八落。哈特解释道：“这就是为什么矮人们在这里建神殿的原因，因为没人能到这里来。”拉斯却是满头问号：“这种鬼地方能住人吗？”哈特随手消灭了一只狮鹫，跟我来你就知道了。谁料这狮鹫却跟杀不完似的不断冒出来，原来这是一种叫幻影狮鹫的怪物。想要消灭它们，就得找到本体，这就需要用到魔法。哈特叫拉斯负责掩护，自己口念咒语，真理之境散发光明，幻象淹没。只见耀眼的光球瞬间就将狮鹫的幻影连同本体一起摧毁。强大的魔法看得小伙伴们都呆了。见识过哈特早期蹩脚法术的西兰也是惊叹不已，这家伙的魔法技术真是越来越可怕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法力值太少，很快就没蓝了。本来按照常规路线，到达矮人神殿还需要2个礼拜的行程，这意味着要跟这些怪物连续战斗2周。哈特却表示自己知道一条连矮人蒂拉都不知道的捷径，有了捷径，我们只需要再走1天，振作起来吧。第2天，哈特就带领众人来到了悬崖边，原来悬崖对面就是神殿的秘密入口。塞瑞斯有些好奇，
你是怎么知道这条捷径的？哈特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作答，只得胡乱搪塞。我只是隐隐约约有听说了。赛瑞斯越来越搞不懂，这个男人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秘密？那双充满狐疑的眼神直瞅着哈特，汗流浃背。很快，众人便来到了入口处。拉斯正准备在前面开路，谁知哈特却在一旁的岩石上随手一摸，竟出现了一道暗门。我们不走那条路，往这边走吧。为了避免大伙起疑，他又搬出了那个屡试不爽的借口。我师傅年轻时曾探索过这里，这些都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。赛瑞斯还是充满了怀疑，所有微小的细节他都知道，就好像他以前来过这里似的。进去后，往前走2步便是一处壁画，上面刻满了古代文字。哈特怀念的伸手抚摸着，突然一拳击出，竟将壁画轰出了一个大洞。众人这才发现，岩壁后面赫然就是阿波斯神庙。宏伟的建筑风格让大伙叹为观止，这真是白银时代的奇迹。一介武夫拉斯感叹的却是，我对白银时代的东西不抱任何兴趣。我惊讶的是，我们居然瞬间移动到了需要15天才能到达的地方。西兰指着一旁毁坏的石柱问哈特，这边这个应该不是我们弄坏的吧？不料哈特却漫不经心的回道，是我们干的。啊，这样做没问题吗？没事没事。等等，哈特这才发现不妙。我是凭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了大熔炉，前世的我的确也毁坏了一些神庙的建筑，但在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，只因那时矮人之神阿波斯已经提前给出了神谕。但是现在呢，阿波斯的神谕已经完全变样，矮人们还能像前世一样通情达理吗？正在这时，一群手拿武器的矮人突然大呼小叫的现身，他们说着矮人族的语言，神庙被毁了，有入侵者，消灭他们。见此，哈特叫苦不迭，矮人剑拔弩张准备开火，拉斯却仍然一头雾水，为什么这些矮人火急火燎的，一见面就想杀了我们？哈特正忙着抱头鼠窜，如果有人闯进你的家，破坏了你的家具，你是不是还要饮茶先啊？西兰斥责道，你还有脸说，还不是你捅的娄子？小伙伴们躲在屏障后面议论纷纷，怎么每个矮人看起来都很生气啊？是啊，他们看起来就像一个在女儿卧室里发现男人的父亲，多么完美的比喻啊！我们只不过摧毁了阿波斯神庙的一部分，至于这样吗？钢铁直男拉斯忍不了了，只见他大喝一声，你们这些劣等生物怎么敢伤害人类？随即抽出宝剑就要战斗，被哈特紧急喊停。哈特连忙站出来，用矮人语言喊话：“各位，我们不是来打架的。”谁料话音未落，对面已经箭如雨下，然而箭矢却纷纷在他身上折断。矮人惊呼：“这是一个怪物，剑对他没有任何作用，他是在嘲笑我们，因为剑伤不了他。”哈特一时之间百口莫辩，他振臂高呼：“你们都是能听到真实声音的大地之子，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。”原来矮人基本上就是行走的测谎仪，他们应该知道我没有说谎。果然，矮人开始动摇：“虽然你是人类，但你不是我们的敌人。”哈特连忙回答：“完全正确。”矮人质问：“那你是谁？为什么来这里？”哈特有些尴尬，虽然让我亲自说出这番话会有点奇怪，但是眼下顾不了那么多。我是你们的救世主，阿波斯神谕中提到的人类。西兰替他感到难为情，你怎么能如此自信地说出这样的话？哈特恼羞成怒：“闭嘴！你以为我想啊？”接着，哈特向矮人说明了自己来这里的缘由：“我是铁锤部落介绍来的，我要拜见大祭司马麒麟。”拉斯觉得哈特是在异想天开，他们不会相信你的。不料矮人们却突然高声欢呼：“他是我们的救世主，我们的救世主来了！盼星星盼月亮，可把您老盼来。我地老天鹅，您为什么不从正门进来？”矮人们热烈地簇拥着哈特，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大熔炉是一个位于斯特拉山脉下30米深处的城市，矮人利用穹顶上的地热石产生光和热。小伙伴们惊叹，早就听说矮人在工艺制造方面很有天赋，但没想到厉害到了这种程度。拉斯表示不解，这么大的工程一定需要大量的矮人来建造吧？既然你们的部落里有这么多矮人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动用这股力量去拯救那些被奴役的同类？西兰却听出了另一层含义，你是不是也开始觉得异界物种被奴役是件很奇怪的事？矮人解释道，这座大熔炉本是白银时代的遗迹，我们只是把它的内部重新装修了一下。哈特补充道，但在白银时代，这也是一座矮人的城市。拉斯问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，师傅？从门的高度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哈特继续循循善诱，这说明早在久远的白银时代，矮人一族就已经繁荣到足以建造这样一座城市。如果他们生来就是奴隶，那又如何能够做到这些？你不觉得可疑吗？不过他也不对拉斯抱有太大希望，我相信他很难理解，毕竟他从小就被洗脑。随即，矮人热情地邀请众人共进晚餐，连赛瑞斯进屋都要低头，而矮个青年西兰却不用，他很是懊恼。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高点，这样就可以弯着腰进来了。晚宴上，西兰吃到了一种风味独特的肉，他赞不绝口。这是什么肉？矮人告诉他，那是蛇怪的肝脏。赛瑞斯窃喜，还好我们精灵是素食者，成功逃过一劫。吼吼！西兰闻言阵阵作呕。我特喵以为是牛肉干，拉斯却无动于衷，只是一个劲地表示好吃。矮人却突然羞涩起来，他尝起来可能有点奇怪，但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食物，这对你们的健康有好处。众人齐道，它有什么好处？这对男人有好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闻此，两名女生脸色一沉，男人野兽。拉斯和西兰面面相觑，顿时尬到不行。随后，哈特被矮人传唤至中央之塔，在层层叠叠望不到头的楼梯口，矮人突然留步，您自己上楼吧。哈特骄傲地表示，
是不是从现在开始，只有被邀请的人才能从这里上去？谁知矮人却慢条斯理地回道：不，我只是太懒了。步入店内，只见阿波斯图腾下，一名长胡子老头已等候多时，欢迎你，神谕指定的救世主。此人便是阿波斯的大祭司，同时也是魔王哈特前世最重要的伙伴。马麒麟、波斯汉莫林与故人久别重逢，哈特只觉鼻子一酸，百感交集。矮人大祭司的胡子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在矮人的世界里，没有胡子比秃顶还恶心。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神力和领导才能，如果没有胡子，你就永远得不到尊重。与此同时，画面一转，银圣泰斯龙正在斗室苦修魔法。在20岁的时候，我便用这副瘦骨嶙峋的身体觉醒了气场，并用这股力量威胁了德尔菲亚法师塔的长老，让他们提前给了我正式法师的资格。在那之后，我还和一些将来注定有权有势的人建立了联系，我甚至成功跻身为银圣的一员。他望向窗外，陷入苦思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但还远远不够。光靠气场和5阶魔法是无法打败魔王的。魔王现在比我强大多了，他占据了我原来的身体，那是一副生来就更强壮、更结实的钢铁之躯。我也不知道他的魔法恢复了多少，他可能还在寻找下属和失去的魔法。看来我也得去招募一些强大的战士。谁能帮我打倒魔王呢？画面一转，回到矮人神殿。大祭司马麒麟前世是哈特最忠诚的下属和最值得信赖的朋友，他们俩亦师亦友，亲密无间。哈特开口问候：有段时间没见了，伟大的马麒麟神父。闻此，拥有谛听能力的矮人大祭司不由得一惊：我们以前见过面吗？50年来我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，但奇怪的是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说的是实话。哈特解释道：你可能很难理解，我们本该在10年后认识的。闻此，马麒麟不禁开始怀疑，难道是救世主的精神出了问题？请听我说完。哈特深吸一口气，娓娓道来：是这样的，我穿越了时间。随即，他对马麒麟细说自己的前世今生，自己一开始是如何作为一个伟大的法师在大陆上漫游，又是如何在寻找通往10阶境界的道路时与异界物种产生了联系，然后伙伴们又是如何共同对抗人类的，以及最后自己是如何被人类称为安塔瑞斯帝国的恶魔之王，并在结束生命之前与大陆发生了战争。哈特最后说道：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我说的话，但我说的是实话，信不信由你。马麒麟震惊地表示，尽管知道你说的是实话，但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一切。如果不是因为阿波斯的神谕，我还以为你疯了呢。随后，他决定测试一下哈特，我想确认一下你是疯了还是真的穿越了时间。如果我真的曾是你最亲密的下属之一，并且我们的关系很好，那我一定告诉过你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的胡子是什么颜色的。闻此，哈特笑而不语，随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回答：你没有胡子，你自始至终带着假胡子，30年后依然如此。马麒麟把胡子一揭，果然是假的，被你猜对了。那你一定也知道胡子背后的秘密吧？哈特接着说：有人告诉我，矮人的胡子得到了阿波斯的祝福。在矮人的世界里，大胡子是男子气概的象征，没有胡子比秃顶还恶心。但你一直没能留好胡子，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神力和领导才能，如果没有胡子，你就永远得不到尊重。至此，马麒麟已经完全信任哈特，毕竟连矮人都看不出这胡子是假的。接着，马麒麟表明了自己召见哈特的原因。本来我是想给你一些建议，但如果你已经什么都知道，那我就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。说罢，只见马麒麟单膝跪倒，左手垂地。我代表所有信奉阿波斯的矮人，还有我马麒麟、波斯、汉莫林，宣誓效忠于你。瑞芬哈特、瓦尔德、安塔瑞斯。哈特再次感受到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，我今生还有机会报答他们的忠诚吗？起来吧，马麒麟，你说错了一件事。其实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的建议。我已经失败过一次了，我曾试图用力量解决一切，结果却把自己变成了人类的敌人。我不能重蹈覆辙了。随即，他将自己的初步计划透露给马麒麟。我把奴隶安置在查坦公国，并让他们接受教育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其他人也许就会跟风效仿。马麒麟表示赞同，这个办法不错。如果人类慢慢改变对我们的看法，我们就有希望了。但要彻底扭转他们的观念，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。精灵和矮人虽然都很长寿，但是你却等不到那时候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哈特表示，我正在努力恢复我的魔法，我也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力量。重建帝国再次成为可怕的恶魔之王并不难，但那只是重复我以前的错误。我只会成为人类恐惧的象征。我不想再一次用鲜血染红这片大陆。矮人沉吟道：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，你低估了这个世界。哈特闻言一脸懵逼。马麒麟道出了玄机，你前世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使用了力量，而是因为你只用了力量。既然蛮力不起作用，你为何不试试别的办法？你先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讨厌人类？对此，哈特给予了否定。那你喜欢他们吗？对此，哈特同样给予了否定。这就对了，你在前世应该没有任何人类朋友吧？你的问题就在于，虽然你尊重异界物种，但是你却歧视人类。马麒麟的一针见血让哈特无言以对。你为什么不让人类加入你的军队？哈特直言不讳，我信不过他们，而且这又不是为他们而战。马麒麟追问，那魔王帝国的政府部门为什么不雇佣人类？哈特回答，我不相信他们，而精灵和矮人从不腐败。此外，矮人还能听到真相，所以他们比人类更适合这份工作。马麒麟试图点醒他，你建立的帝国不给人类任何权利，这就是他们称你为魔王的原因。最后他得出结论，你虽然心地善良，
但你绝对是个恶魔之王。法师哈特的终极大招核爆，一个咒语就能摧毁一个国家，而这有赖于矮人族从白银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圣物小太阳马格瑞姆。这一世，哈特与矮人的渊源还在继续。马麒麟问哈特：“你前世的我难道没有告诉你这些吗？”哈特遗憾表示：“当然没有，因为前世你投奔我的时候，人类正在屠杀矮人，而且我的魔王帝国能够成立，有一半要归功于阁下。”马麒麟闻言一脸尴尬：“是这样吗？也许当时的处境不允许我告诉你这些吧。”总而言之，哈特被马麒麟的一番话训得怀疑人生。那我该怎么办？马麒麟继续指点江山：“你在前世犯下的最大错误，就是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人类和异界物种之间的战役。其实人类最擅长在没有其他物种干扰的情况下自相残杀。要想消灭他们，异界物种不需要做任何事，只需静静的隔岸观火就行了。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全部建议。我相信你自己能想清楚。”画面一转，斯特拉山脉，一头恶龙正在咆哮。原来是矮人族正在围猎，拉斯刚好利用这个机会狂练他的斩击。这招撕碎者是从哈特的绝招空气弹得到的启发，然而砸在恶龙身上却不痛不痒。拉斯深感焦虑，看来这个技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赛瑞斯则借机施展精灵神功朝恶龙射去，然而恶龙实在太大只了，魔法箭射在身上形同挠痒。二人正觉无力之际，突见一名矮人头目发出一声断喝：“就是现在，快上！”阿密特身披装甲的矮人战士得令后举起战斧便朝恶龙直扑过去，只见他一跃而起，斧头上赫然亮起了醒目的光环。拉斯目瞪口呆，这名矮人竟然是气场使用者。随即矮人只是一斧就将恶龙斩首，他自豪地表示今晚有龙肉火锅吃了。两名人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，被这一幕惊掉了下巴。矮人不仅有气场使用者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连头目在内一共有3个气场战士。拉斯震惊的瞳孔放大，我确实听说矮人族的力量超过了一个小国，但是这也太酷了。随后的1个多月，武池拉斯暗中观察，又从3个矮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，而西兰则是欢天喜地地宣布自己又长高了1公分。小伙伴们纷纷表示祝贺，矮人们窃窃私语：长得高有什么用？不懂，也许人类是想通过身高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吧。此时的哈特正躲在广场中央的钢塔里，不知道搞什么飞机。这里是地热石的能量来源，同时也是矮人国的太阳和命脉，阿波斯圣物马格瑞姆的所在之地。哈特沐浴着马格瑞姆的光辉，对这个传承自白银时代的圣物赞叹不已。矮人的许多魔法知识在他们被奴役期间失传了，但是幸好马格瑞姆被留下来了。随着矮人地位的下降，矮人之神阿波斯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，他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唤醒马格瑞姆。虽然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奈何泰斯龙这副身体的蓝量一直恢复不了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法力值就是升不上去。我必须用魔法的力量把这副躯壳变成对魔法更加友好的容器。对我来说，这并不难，只需要一点时间。在我的前世，我只用了1年就让马格瑞姆成功的按照我的意愿行事，这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。利用它，我甚至创造出了10阶魔法核爆，并用死摧毁了一个国家。换句话说，马格瑞姆就是魔法的集合体，我要用它来改造泰斯龙的身体，而这需要排除一切干扰。为此，哈特脱得一丝不挂踏入了马格瑞姆，这样提炼的魔法将更加纯粹。虽然有些尴尬，还好没人看见。殊不知，头顶的摄像头已经出卖了他。后台控制室里，一群外表萝莉的矮人宝妈正对着监控品头论足，少妇们都夸哈特的身材很棒吧。画面一转，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天，沉浸在马格瑞姆的哈特口念咒语：“亲爱的寒雪之子，北风之灵，请跟随我的意志，来到这里吧。”原来他正在尝试施展冰霜元素魔法，这是一个5阶的召唤咒，他终于用这副身体做到了。哈特大喜过望，看来这副身体的功能已然无碍，现在我只需要提高法力值就行了。另一边，细狗西兰正在引体向上，在健身教练哈特的调教下，他终于长出了一丝肌肉，被哈特昧着良心一顿夸。从西兰口中得知，拉斯打包了1周的食物，正在闭关修炼。哈特惊叹，这家伙刚觉醒气场不久就开悟了。哈特已计划离开矮人国，接下来的行程是去精灵赛瑞斯的故乡，一个生人勿近的荒漠——斯荷拉斯沙漠，地处格雷王国西部的偏远地区。从这里出发至少要走2个月。哈特却表示自己知道很多通往那里的捷径，是时候去见丈母娘了。